夜色深沉，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淡淡气味，偶尔有护士低声交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打破了沉寂。病房外的长椅上，叶然靠着椅背，身上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上的薄毯。他的身体虽在恢复，但心头的阴影却挥之不去。几天前的意外事故让他险些丧命，若不是顾婷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，那里还缠着纱布，隐隐透着血迹，心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顾婷坐在他身旁，穿着一件深色大衣，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里面白色衬衫的边缘。他的脸色同样疲惫，眼底带着浅浅的乌青，显然这几天几乎没怎么休息。他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手指不时收紧又松开，像是内心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挣扎。他的目光停留在叶然身上，眼神中透着一种罕见的犹豫与脆弱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始终没有说出话来。窗外的夜色透过玻璃洒进来，映出两人低头沉默的背影，气氛沉重，却又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温馨。叶然顾婷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像是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喷涌而出。他顿了顿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。有些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像是难以启齿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眉头紧锁。叶然愣了一下，侧头看向他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。顾婷很少用这种语气说话，过去3年，他总是冷漠而疏离，仿佛任何事都无法触动他的心。可此刻，他的眼神中分明透着一丝脆弱，让叶然心中一震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顾婷，等待着下文。顾婷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低声继续道：我有情感障碍的问题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几乎听不见，可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挤出来的，带着一种沉重的痛楚。不是我不愿意对你好，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也不敢表达。叶然瞳孔微缩，整个人僵在了长椅上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他从未想过，顾婷这样强大而冷漠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薄毯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低声问：什么意思？顾婷没有抬头，目光依旧停留在自己的手上，声音低沉而哽咽：小时候，我母亲去世得很早，我亲眼看着她在我面前倒下，却无能为力。那年我才8岁，之后父亲变得更加冷漠，他从不关心我，只会用工作和钱来衡量我的价值。我学着封闭自己，不让任何人靠近，因为我怕自己再经历一次失去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中带着一丝自嘲：后来我以为这样很好，至少不会受伤，可遇到你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心。叶然愣住了，脑海中浮现出过去3年顾婷的种种冷漠行为，那些冰冷的眼神，那些无视他存在的沉默，那些让他心如刀割的疏离。原来这一切并非出自本意，而是因为他根本无法正常表达情感。他的心头酸涩的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眼眶微微发热，却强压着情绪，低头不语。顾婷抬起头，看向叶然，眼神中透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脆弱与恳切。我对你的冷漠，不是因为不在意，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你。我害怕一旦靠近，就会失控，就会让你看到我最不堪的一面，所以我选择了逃避，把你推得远远的。叶然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我不求你马上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试着去弥补。他的声音低沉而真诚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锤子，重重地敲在叶然的心上。叶然愣住了，脑海中浮现出3年前初见时的情景。那时的顾婷在美林小馆点了碗排骨面，冷漠而疏离，可眼神却透着一丝让人心动的温柔。后来他无数次在顾婷的冷漠中挣扎，试图找到一丝希望，却一次次被现实击碎。可现在
顾婷却将自己的伤口赤裸裸地摊开在他面前，那种脆弱与无助让他心中一痛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病房外的走廊灯昏黄，映出他低垂的眉眼，眼神中透着复杂的情绪。顾婷的话像一块巨石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知道，过去3年的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，可顾婷的坦诚却让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单纯的怨恨。他低声说：“我需要时间。”声音微颤，像是压抑了太多的情绪在这一刻喷涌而出。顾婷点点头，没有强求，眼神中透着一丝释然与失落。他低声道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叶然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背影高大却透着一丝孤独。夜风从窗户的缝隙钻进来，带来一丝凉意。顾婷低头看着窗外的夜色，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去世那天，她跪在病床前无助哭喊的画面，心头像是被刀割了一般。她知道自己已经将最不堪的一面展现给了叶然，可她并不后悔，至少她迈出了这一步。叶然靠在长椅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顾婷哽咽的声音和那双脆弱的眼睛。他想起这几天顾婷不眠不休地陪护自己，想起他每次换药时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心头涌起一种陌生的暖意。尽管有芥蒂，但顾婷的坦诚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，内心的防线逐渐松动。他低声自语：“叶然，你该怎么办？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像是连自己都无法给出答案。病房外，夜色越来越深，医院的走廊渐渐安静下来，只有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偶尔打破沉寂。叶然和顾婷都没有再说话，彼此沉默着，可空气中却多了一丝不同于过去的温度。顾婷转过身，目光落在叶然身上，注意到他紧闭的双眼和微微颤抖的睫毛，心头一紧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坐回长椅上，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像是怕惊扰了叶然，又像是怕自己失控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叶然终于睁开眼睛，看向顾婷，低声道：“谢谢你，告诉我这些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丝真诚。顾婷愣了一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低声说：“不用谢我，这是我欠你的。”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很快又各自移开目光，像是怕对方看穿自己的内心。夜色透过窗户洒进来，映出两人低头沉默的背影，气氛沉重却不再冰冷。叶然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薄毯，脑海中浮现出3年前顾婷第一次带他回豪宅时的情景。那时的他满怀期待，以为婚姻会是童话的开始，却很快被现实击碎。可现在，顾婷的坦诚却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他心底最黑暗的角落，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。顾婷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手指微微收紧，像是试图抓住什么。他知道叶然的需要时间已经是一种宽容，可他也明白，过去3年的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愈合的。他低声自语：“顾婷，别再错过。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警醒。走廊尽头的时钟指针缓缓走过午夜，叶然和顾婷都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长椅上，彼此陪伴着。夜风微凉，病房外的灯光昏黄，可他们的心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冰冷。这或许是他们关系的一个新起点，尽管脆弱，却带着一丝希望的光芒。